弄好了吗？差不多，差不多。你夸他好看，你夸他好看，好看，好看极了。好，停。真的这好，漂亮极了，美极了，美极了。那是自然。又放上这。可以动作什么的，哎，笑什么？我可以凶一点啊。你看那个，在笑什么呀？笑。对，要这样，要把你公主的劲儿，要把你公主的劲儿要做出来。笑什么？他不笑。对了，就是这样啊。我看你也挺会编故事。承让。还有能说的吗？那今天还掉我多少钱啊？今天你坐的是我的船，喝的是我的酒，不应该是再欠一些？有道理。好，停。好，一会儿我调一调呀。哎呦！哎呀！上课了。行了，最后那个完了，见不要上课讲小话啦。好美，不要编转。今日的香桃姐跟平日不一样，她在这种任性跟眼神里面有一些很认真的东西。杀气。香小姐啊，香小姐误会了。挺好的，我也只能叫人。你可以这样。别飞到，那是空的，直接飞出去了。好吓人。去开心的去魔界了。擦剑，sorry。来。让你这个时候是没有力气去辩解，就有一些反应，然后这个时候藏海就是继续咄咄逼人，去逼问。你已经中了我布下的迷药，但是你最后也没杀他，因为摄像头睡着了，因为摄像头晕过去了。反正对于我来说，他是想把我的心脏。他是抬起来想射心脏的时候，但是他太紧张了，走火。还有火车。火车在哪里？我一走火。没有动。别追踪。就是上兵役的时候啊，以为是来调查的，然后就突然发现面前啊，点这么大个灯立着过来，我怎么能不经意发现呢？这么大个灯。客官久等了，那都。换一个动作，你得做出一副就是不打算饶他的那种感觉。还用眼神，好吧？我用眼睛可以吗？试一下嘛，来。好。好，对，左，好，右心。OK。这是我全部加到7两银子，这座我实在是做不起。7两相当于现在多少钱？没多少钱，但是我穷的多了。他一个月的700块10两，当上那个幕僚。真就是，看看你。给我好。怎么着？现在就要搞点浪漫的那个拉扯是吗？对啊，要来这一番吗？楼下有座位，跟我走吧。因为没有坐下去。我懂了，然后走
走到这儿，然后突然你看我呀，小时候吃过。来只烤鸭吗？来半只，半只一只吃完。好嘞。老板，多少钱？看着给呗。碎银，多少钱啊？好，碎银1两。所以烟火的方向在哪？对，都有对，但是我希望你多关注这个，因为我们继续在这边。好，明白。对，多关注那边。它那个上面不是还有个香鹤吗？回头燃烧起来会变成一只凤凰，到时候请关注一下啊。什么时候变？关了。但是那个是需要。我不知道你要做特效还是你真的在给我开玩笑。说这个话还蛮押韵的啊。如果你有凤凰，我就给你做反应；如果你没有，我就做不了。有没有？先不做了，先不做了。彼此之间的那种博弈、极限的拉扯，其实每一次都是以身涉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剧最好看的。我究竟到底是要复仇，还是要自赎？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郑，在《藏海传》里面饰演藏海这个角色。藏海呢是一个背负仇恨、有很多复仇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型的角色吧。请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10年隐忍这个阶段。从小孩变成了一个成年人，那我觉得是坚持、坚定、隐忍。关于营造术、纵横之术和堪舆之术，主要学到什么技能？营造之术的话，其实在剧里面其实没有表现的过多，无非就是一些房梁、一些梁柱啊的一些木质结构上的一些学问吧。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营造之术呢，帮到藏海的，我觉得更多的是他的一个思维逻辑的一个构建。经常会在剧里面有一些那种藏海的脑内的一些 CG 图，它构建了整个，比如说这个房子的结构或者怎么样，其实是在更多从这些方面来帮助藏海在这个复仇之路上有一些成长吧。这一下就让我想起来我老板经常说的框架思维。对，我在生活里面也经常会这样，会对一些事情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嘛，这样会让你更加的做起事情来更加的清晰。然后说完了营造之后，那纵横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它是一个心理战术，包括也是在我们这个剧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一项技能，跟3个仇人，然后彼此之间的那种博弈、极限的拉扯，其实每一次都是以身涉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剧最好看的。堪舆之术其实无非就是，从他爹那儿，然后他传承到的一些技能，然后再加上后面星斗师傅教他的一些，可能就是看天象啊，然后通过空气里面的湿度啊，然后去判断接下来的雨水的量啊，其实是有科学的，当然是有科学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用3个词形容回京复仇阶段藏海的人物状况。我觉得是步步为营，敛藏锋芒，洞察人心。10年的隐忍到回京复仇，在年龄上跨度，除了衣着变化，还有哪些细节能够表达他的成长？比如说初入京城双眼清澈，到后期成为钦天监双目伶俐。是，明白。其实这个点也是最初我们在围读的时候，我跟导演反复在确认跟探讨的点。因为其实从入京，然后到发生第一个任务时间线的时候，没有隔几天，最多可能就隔了7天、1周的时间，但是他就要变得非常的有谋略，然后非常的有胆识，然后非常的可能是有一些小小的城府。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不可能在入京的时候演一个很天真无邪的一个少年，然后过了2天我就要跟大家斗智斗勇。我说这个有点分裂，所以到后面其实我选择的是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心怀决心，然后跟一个知道很明确自己的任务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少年，然后进城。只是他在面对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敌人会如此的强大，所以在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去不断的武装自己，然后去拉拢身边可以拉拢的所有的力量，然后来帮助自己。
进京开局最难的地方是哪里？我觉得是第一步，万事开头难吧。在复仇的道路上，香岸图和庄之行的出现，对于藏海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一开始对于藏海来说，他们俩就是他复仇路上的一个棋子。但是到后面剧情不断的深入以后，他对这两个人其实在情感上面产生了变化。而且他在对于人性的深究上面，他也会怀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正确，他也会矛盾，是不是我就为了复仇蒙蔽了自己的双眼，然后去利用别人，这个事儿真的对吗？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好看的点是在于，它不是一味的爽，它是在于到后面的时候，他会对藏海的这个人性有一个拷问，自我拷问，我究竟到底是要复仇还是要自赎？很重要，这点非常重要，我认为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剧真的不是一味的爽，一定要坚守你自己内心所认为对的东西，不一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他一定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在《藏海传》里面饰演藏海这个角色。藏海呢是一个背负仇恨，有很多复仇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型的角色吧。希望藏海这个角色传递给观众一个怎样的信念或者力量？我们这个剧真的不是一味的爽，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至少不是我想表达的。我觉得是我们探究的是，当你被欲望蒙蔽双眼的时候，当你被仇恨裹挟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怎么做才对？所有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你一定要坚守你自己内心所认为对的东西。我觉得藏海有一点，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他是不一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他一定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对，就是我不能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也是他在复仇的路上一步一步成长的一个原因。藏海有2个技能，堪舆之术和纵横之术，针对这2个技能特点分析一下。堪舆之术的话，通俗的来说，应该就是看风水。这个对于藏海来说呢，也算是他的家族传承的一项技能。纵横之术在整个剧里面是从头到尾贯穿的，这个就是高明师傅然后一直教他的一项技能。我觉得可以把它分为洞察人心、多智近妖，然后以及会捕捉人的欲望和弱点。而且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实话骗人。他就是说纵横之术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说实话来骗人。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纵横之术呢不仅仅是骗人这么简单，不是一个骗子。当然我们在剧里面是用一个很轻松没有那么说教性的一个骗字来概括了纵横之术。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纵横之术它是一种心理战，是跟你的对手去博弈。哪一个是你本人很想拥有的？其实2个技能都挺重要的，说实话啊，一个是看风水啊，看看天象啊，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但是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一个时代来说，这个社会来说，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脱节。那纵横之术呢，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加的实用吧，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理学。那藏海善于洞察人心，你觉得你呢？其实我只能说我比较敏感，但是没有到洞察人心那么高阶位啊。我喜欢把自己在生活里面放得比较钝感一点。这部剧对你来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进步？我觉得进步是对于台词的精准性吧，导演特别的抠台词，这个是全组所有演员应该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确实是，就是有几次我发现我说的一些话，大家好像听着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仔细一想，你换了一个字，换了一个词，好像意思真的没有那么的准确，以及你的整个的人物状态，你这一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你说出来的台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部戏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帮助。拍这部戏让你觉得最新奇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类型，复仇，对，然后还有一些堪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在元素在里面，所以会让我觉得很新奇。用什么词来形容？不打不相识，对，
因为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都是累积，慢慢的，它没有一个特定的点。特甜其实就是看花灯那场还挺甜的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婧仪，在《藏海传》中饰演香岸图，我是枕楼老板，也是冬夏公主。香岸图的性格特征是怎样的？香岸图她其实还是比较的直率凌厉，会有一点点爱怼人的性格。平时是这种对型的性格吗？就不太是，偶尔吧，会跟亲近的人会怼一怼。香岸图身上有哪些特质是比较吸引你的？他首先他有着自己的一个身世，这是一开始没有所展露出来的，但是他又有着枕楼老板娘的身份，你就会觉得这两个身份还不太一样，要怎么样去诠释？你也会去想象他作为一个老板，在这个枕楼他会是什么样的状态。香岸图是冬夏二公主，她本该拥有快活恣意的人生，却因母国战败，背负国仇家恨，孤身远赴敌国为质。入大雍后，香岸图不断积蓄力量，摇身一变成为京城第一瓦舍枕楼的老板，暗中收集情报，寻找鬼玺。请用3个表情包描述一下枕楼筹谋阶段。筹备枕楼应该还是比较充满一点希望的，是在做一件事情的吧，很开心。然后八公子说书，高人尽在我身边，然后夸夸自己了不起。请用3个词来形容枕楼老板阶段的香岸图。笑看风云，凌厉刁蛮，然后身负重任吧。笑看风云其实就是因为枕楼它是一个很多人来往的一个地方，就是香岸图它是可以在这里看到京城的烟火的，就是每个人最近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一些达官贵人也好，平民百姓也好，伶牙俐齿，这就是他前期在枕楼老板，比如说出狱藏海的一些状态。然后还有个是身负重任，就是他其实开枕楼，一方面是因为他想给八公子一个地方能让他讲戏，一方面他想要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有地方可以落脚生存，还有一方面是他可以在这个地方收集一些情报，找鬼玺。对于香岸图来说，质子身份是种怎样的枷锁？香岸图有一句台词也说，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枕楼的老板娘，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这个责任在你身上，你是甩不掉的，你就会一直缠在心里的。香岸图远赴敌国为质，没有因此压垮他，反而背负起国仇家恨，到了敌国摇身一变成了女老板。她身上有一种怎样的精神？我觉得还是心里够坚定吧，就是知道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是什么，所以其实还是奔着那个目标去走的吧。香岸图最初想结识藏海的目的，算是一种利用，其实藏海也同样如此。如何看待前期藏海和香岸图各取所需式的关系？因为两个人其实在接触的最开始，对对方没有产生爱意的时候，更重要的还是有自己的主线任务。可能我是找到鬼玺，他是找到仇人，所以其实是在互相利用对方。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种关系。藏海和香岸图的关系是怎么变化的？后面有误会香岸图就是杀父凶手家的人，到后面有误会，然后化解矛盾，然后又继续相爱。对，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的。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用什么词来形容？不打不相识。对。到大理寺查档案，危机下两人配合默契，开始产生感情，算是同时对对方产生感情吗？还是谁先心动的？我觉得这个很难去说清楚，就是你到底是某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对对方心动的。我觉得每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我都觉得很难。因为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都是累积，慢慢的，它没有一个特定的点。比如说我们在中元节一起去看那个花灯啊什么的，我觉得在那些相处中，比如他会跟我说他的心事，会愿意袒露自己，其实是一个还挺交给你的一个行为。藏海让香岸图心动的点是，可能还是两个人一次一次的互相帮忙，互相有默契的去进行一些事情，就两个聪明人的碰撞。对，智者碰智者。你觉得香岸图的感情观是怎样的？喜欢就要
直求的得到。就是想说明白，告诉你我的心意是怎么样，然后也会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想的。怎么看待这种感情观？我羡慕这种性格。对，藏海自己也有察觉，对香岸图的情感发生了改变，但出于专心报仇，只好把儿女情长放置一边。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有没有哪些行为早就暴露了内心的喜欢？他会来救我，会来担心你，会想办法帮你，送你东西。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吧。在你看来，特甜的戏是哪一场？特甜其实就是看花灯那场，还挺甜的吧。会看到很多评价，我觉得包括导演会选你去演某一种角色，一定是看到你身上某种特质。对，我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还是有默契的。因为对戏啊，包括在开拍前去交流剧本，一起去顺词，都是非常的，就是能同频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婧仪，在《藏海传》中饰演香岸图，我是枕楼老板，也是东夏公主。拍摄《藏海传》最大的感受是？最大的感受其实是，首先是整个剧组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就每一个演员啊，每一个主创，包括所有的幕后人员都很认真，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都说横店暴雪出爆款，这次拍摄也同样有下暴雪，怎样看待大家这种期待呢？加油，只能说加油，认真拍。对，对于大家的这种期待，你认为是动力还是压力呢？有期待也是好事情吧，但你不能说因为大家有暴雪期待，你就说我才认真演。整个剧组都是非常认真的在创作，就是大家真的是在用心去很精雕细琢的去拍摄。预测一下播出后会有哪些话题词出现？藏海传好看。有关于香岸图的话题吗？香岸图老板娘和肖战演对手戏，两个人的默契度怎么样？还是有默契的，因为对戏啊，包括在开拍前去交流剧本，一起去顺词，都是非常的，就是能同频吧。可以举个例子吗？第一次聊，因为那个片段是大家跟导演一起先去讨论了一下，然后我们两个也会说自己的想法，就会发现，哎，想的还挺像。对。对肖战的初印象是怎样的？初印象会以为他是一个比较冷的人吧，对。但是相处以后，还是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挺阳光，然后很自律、很认真的人，跟想的还是挺像。还记得跟肖战第一次见面是怎样的场景？怎样打招呼的？唯独见的面，就是你好，你好。现在见面都是叫角色名吗？对，叫角色名。在网上有看到你和郑导、肖战一起聚餐。跟郑导一起聚餐，会有种跟家长吃饭的感觉吗？会，对。郑导他其实挺能聊的，而且小龙导演他属于那种，你以为他会很严肃，其实他有很多故事跟你分享，还挺好玩的。他会聊很多他拍摄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啊，包括他的一些知道的一些奇怪的知识。其实私底下接触吧，就觉得还挺可爱的了。一开始和郑晓龙导演合作会紧张吗？刚开始见导演是在试戏，对，很紧张，就视频试戏，就跟考试一样。此次拍摄有没有解锁哪些新体验？打戏，对，这个对我来讲是第一次体验。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训练的时候就掉了那个威亚，自己就特别兴奋，试一下，然后就开始转圈圈啊什么的，特别好玩。拍完后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好难，就是大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打到每一个就是分寸感呀，包括什么时候他的力气要用到点上，其实是好看很难，把动作做下来很简单。有一次有一个动作就是吊着威亚冲出去飞出去，那个自己还录了视频，就觉得很爽。描述一下在剧组一天的 vlog。醒来刷牙洗脸，出门拍戏，收工洗澡睡觉。其实剧组生活就是比较的两点一线吧。我有的时候就特别困，但是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睡。就是你会真的会觉得一天过得很快，因为剧组其实一天排得很满，你就会觉得哎，给自己留点时间。哪怕你躺在沙发上看看视频啊，哪怕玩一个非常无聊的游戏放空一下，你都会觉得至少是自己的时间。网友都说张婧仪长了一张倔强的女主脸，这种评价会成为你选剧本的标准之一吗？不会，其实根本想不到，你看剧本的时候哪会想到大家说你适合什么样的。
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评价吗？会看到很多评价。大家都这么说之后，你是怎样的感受呢？我觉得包括导演会选你去演某一种角色，一定是看到你身上某种特质。对，我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自己选剧本会有怎样的标准呢？还是自己想演就很重要，就你能打得起鸡血对这个角色。有没有哪些点是可以戳中你的？要么就是这个故事真的特别好看，要么就是我很能理解这个角色他的情感，就他做这些事情和他所处的那个状态，我很能共情他。